大家好，我是加拿大大马这个给大家通报一下最近的利率情况吧。那个像 TD 啊这些有一些大的银行，那个5年浮动已经涨到2%以上了，2.1%。然后有一些 A lender 的话呢，现在浮动还是1.8%几，也是比上个月的利率有所增长。这个最近调整是银行自己上涨浮动利率，和这个 Canada Bank 中央的这个利率没有关系。这一期的话呢，继续上一期的话题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房产投资初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怎样做到这个每一步都做对，这个步步为营。通常最一开始呢，大家都会考虑先买这个自住房这里其实有一个不同的选择。那一般人的话就会第一套房肯定是买成自住。你这个买的话，就建议不要买的太贵不要依靠一些特殊项目去贷款，然后首付也挺高的，最后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比如说是一个 house，但是这个就会耗尽你的首付资金还有这个贷款能力，就会让你没有办法开始这个房地产投资。你最好一开始买的自住房呢不要太大，就够住就行了，比如说可以考虑公寓或者 townhouse， 这样给你留下来一些资金，也留下来这个贷款能力可以继续去投资后面的投资房。如果你现在已经买了一个就是很占你负债的一个自住房，然后你还想进行房产投资的话，如果你贷不到款，你就只能去找 B lender， 去找这个像我们贷款经纪去给你想办法去把这个第一套房的贷款去转化一下当然这个你会因为这个贷款去 transfer 会付一些费用。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像我有些客户呢，他们的收入不是特别高，他们为了投资房地产，他们就不要自住房，就不要这个免税这个优惠。那他们有的人的话是他的这个公司的工作就提供住宿，还有的会是去引用这个父母或者是孩子抬头名下的这个房子去自住如果他们是这样的方式的话，在银行贷款那边就会比较有利，因为他们买投资房的时候，银行基本不会算他自住的这个负债了，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去买到后面的投资房。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法，当然这个是比较狠的一种做法，就是想要进行这个房产投资，但是收入又不够高的话的一种方式吧。房产投资初期还有一个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 title，就是这个买这个房子的话，大家都是可以夫妻联名买，也可以是一个人买。那在加拿大的话，基本上一个人能够买的这个就是10套投资房，但是如果你2个人联名在一起买的话，那就是说你们2个一共就只能有10套，因为就是银行它去计算这个贷款负债的时候，它不管你在这个 title 上只占1半或者占几%，它都会给你算作100%的负债对于你个人，也就意味着说你在买后面的房子的时候，即使你前面的房子你只联名占了1半，但是它也会给你算作100%的负债。然后呢，有时候租金它也只会给你算1半，所以说联名购买对于房产投资是一个很不利的影响。而且如果你已经买了3-4套，你都是联名买的话，基本上你也拆不掉了，除非你的收入特别高。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后面都必须联名买，也就等于说是你就是联名夫妻最多就是买10套投资房。那么如果说你是在房产投资初期，你现在还没有开始，或者你只有1-2套房子，那么你就可以考虑这个，如果你是联名买的话，你就去 refinance 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一方的名字从这个 title 上去掉，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以后的话理论上说你最多就可以买20套投资房。还有就是在这个投资初期的时候，你可能对这个首付和资金要注意一些，因为不代表是说你买到一个现金流的房产，你的投资就很好，因为要看你的首付放进去了多少。那我建议大家初期你的贷款能力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你就不要去付35%去买房，因为如果你这样首付比例去买投资房的话，很快就会把你的资金耗完，而且你的投资回报率其实也不是特别高这个我们之前的视频都讲过，不了解的小伙伴可以去前面的视频去看一下，就是你的首付不同的比例会导致你在同一套房产上你得到的回报率是不一样，所以这个首付和资金在投资初期就要把握好不要去进行太高首付比例的这个购买，也是不划算，也会导致你后面不太容易持续进行下去。第4个点的话呢，就是一个体验吧，一个信心，一个给你的一个信念吧，就是第一套投资房呢，我觉得特别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如果你第一套投资房买的还不错，然后现金流是打平的或者是正的，然后你出租找租客什么都顺顺利利的，可能一段时间以后还给你带来一些增值，那么这给你会有一个很强的信心和一个很好的体验，你就会继续的这个一往无前的这个往下投资下去。但是相反的，如果你的第一套投资房
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说出租啊什么遇到了问题，或者是买了以后发现没有什么增值，或者是这个现金流发现实际上算了一些保险啊，算了地税啊，一些意外的支出以后，发现是自己负担起来有一些每个月有一些负担，那么就会给你一个不太好的体验，这个其实也会阻碍你后面的投资，所以我觉得第一套投资房其实还是挺关键的。还有最后一个点呢，就是一些其他市场上的投资，就是我之前也提过，像我们加拿大有一些除了房产杠杆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投资贷款啊，还有分红保险 FA 啊这样一些可以杠杆的这样一些投资，这些投资的话呢，都必须是在房产投资初期，房产投资没有开始的时候去申请的。等到你的房产很多以后，在银行看来，其实你是一个高负债的这些产品就都办理不了了。也就等于说你只能撬得动房产的杠杆，但是没有办法使用其他这些比较好的杠杆了。那所以如果你是才刚刚开始房产投资，那么我就建议你了解一下这些东西。我也有一些视频资料可以发给大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要不要办理这样一些其他市场上的这种杠杆投资因为这些是只有在你房产投资初期或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才可以申请的。因为说实话的话，大家其实普通中产其实资金和贷款能力都有限嘛，你在那个房产这边能撬的这个杠杆能利用上的资源，其实能投资的这个套数其实也是有限的那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能够把其他市场上的这个投资机会也抓住的话，它会增加你那个财富积累的速度会快非常多嘛。相当于如果你只有房产投资的话，你就是一条腿在走路，但是如果你有2种或者3种这种特殊的投资的话，那你就相当于是在快跑嘛。最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房产投资初期的这个真实经历吧。就是我一开始买的呢就是一个公寓，所以呢负债不是很高，它不太会影响我后面房产投资。但是呢，因为我投资初期我购买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我以后要投资房地产，所以我是联名购买的。那在我了解到这个联名购买对房产投资的不利益之后，我就在 refinance 的时候把这个 title 变成了只有一个人的 title， 这样的话就是达到了我说的那个效果，就是说理论上说你夫妻2个人就可以最多买20套，而且你之后的贷款不会因为你联名就会增加你的这个贷款难度。在这个第一套、第二套投资房出租的这个出租方面，我倒是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问题。其实这个反而是给了我一个信心嘛，一个信念，就会让我去积极的去进行更多套的投资。就是因为这个最初的这1、2套，我其实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问题，租客也都是比较好的，然后我也没有费什么心思，然后现金流呢也都不错，这样子。下期的话，我们就继续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利率情况，银行有没有什么政策变动，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讲这个系列，就是到投资房产中期的时候，第3、第4、第5套房产的时候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规划，大家想听的话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谢谢。